Okie dokie. We got our donut, we got our pizza or carbs. I'm so excited. 在我们的纪念日里，去了一趟露营。回家后，男友开着车直奔工作。而接着听到车窗被打破 iPad 被偷的消息，当下没有什么感觉，应该是傻掉了，也想不到这种事情会发生。接着得知车内的后背包也整个被偷走了，才真的惊觉很不对劲，因为护照也在里面。再不到5天就要回台湾了，没有悲伤难过，男友先是报警，接着自己开始查询护照遗失的处理方式，也因为 iPad 寻找功能追踪小偷可能出没的位置，是在温哥华最乱最危险的区 East Hastings。 前往那里的当下被警告要小心被他们攻击，他们可能有刀有枪，但我们不想要还没有努力过就放弃，毕竟对于警察来说，这种被偷窃只是小事，不可能及时去处理。到了那一区真的是前所未见的流浪汉聚集地，绷紧神经走进 iPad 最后出现的位置，走了大约30分钟，果然没有什么收获。毕竟这值钱的东西小偷也不会这么傻的摆在外面，肯定藏得好好的。但心灵上有了很大的冲击，出没在这一带的人不像是我丢了一些东西而已，他们是完全丢失了我们心中既定最基础的生存必需物质，一个干净安全的住所。许多人看似心灵已经被毒品控制，尤其是看到有1-2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白人女生精神不济的倒在路边。拥有这种生活，我想我也会想尽办法麻木自己。看完这个街区的冲击与感伤，远远超越东西被偷这件事情。但在晚一点的时间接到警察在帮忙找的消息，又开始感觉到一丝丝的希望。利用寻找功能在被偷的 iPad 上发出声响，但警察什么也没听到，就收队了。当晚真的怎么样也睡不着，害怕与焦虑。护照与疫苗证明都是重要资料，加上 iPad 上也存有很多个人资料，开始一个一个把所有的账户的密码都改了一回。隔天一早就开始进行事件的善后，开车前往修玻璃的路上，情绪终于涌上来，跟 K 说很难过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自己并不敢跟自己的家人提起，因为生怕被责备，被不谅解。不知道你们发生不好的事情都是跟谁诉说呢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发生事情的当下，我们会选择锁住消息，不要被发现，因为害怕他人给予自己的反应。还记得大学有一次，一不小心 iPhone 的资料被洗掉了，大哭了一场，当下被家人责备，感觉像是表达你活该。也许是那个记忆太深刻，10年前的经验到今天还是记忆犹新，马上就带入这次的事件当中，很怕被家人发现。但这次事件的整体来说，这个意外心里相较起来很平静，还是能看见让日常里平凡的快乐当喜欢的秋千，不让一件事情变成自己的世界末日。我想这次情绪上反应很不一样，是因为在想法上有了几个改变，没有出现以下几个想法。第一个，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？第二是我怎么这么可怜，东西被偷了？而想的是，聚焦的是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很多时候遇到了一个状况，执着于问题所带来的感受，会让我们觉得是困境。但当我们鼓起勇气，深呼吸，看清楚状况，找方法处理，状况就会慢慢的缓解。经过这次事件发生后，最多的感受就是幸福。
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发生事件后，心灵已经比以前强壮好多好多，可以好好应对。发现自己长大了，也看见以往没见过的世面。原来我拥有了这么多，同时也庆幸自己有这么坚强的伴侣。因为从事件发生后，我们两个都没有把不悦的情绪加注在彼此身上，都一直在想办法处理这件事情。那当然，我们也有好好检讨这次事件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。那第一就是我们自己偷懒，旅行回来没有好好把东西卸下来，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车子里面不应该摆放一些贵重的东西，这就是非常明显让别人来偷窃的理由。经过这次事件之后，我们就会变得更小心。还好这一切都是物质，我也希望那个拿走 iPad 的人会觉得他是中了大奖，因为毕竟那也是蛮值钱的嘛。希望透过这个 iPad 可以好好的过上一阵子的生活。我也是等到我真的现在回到台湾，你看这背景是我的行李，就是我已经安全回到台湾，我才敢跟大家分享。那其实因为有提到嘛，离回台湾只有5天的时间，然后护照已经丢失了，那补办护照一定来不及。庆幸的是我们在温哥华的外交部有帮忙处理，所以有一个紧急的入国证明书，所以呢我就顺利回台湾了。但同时很庆幸的也是，我订的是直飞的机票，然后搭的是台湾的航空，所以呢这整件事情除了被偷去找困难度很高，但之后在处理后续的事情其实都是非常顺利的，所以我很感谢，也觉得很幸福。